1700年前的一个夜里，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一个年轻人正就着一堆柴火的微光，一笔一笔的抄书。他家里穷的连纸都买不起，手上这几张纸是他白天上山砍柴，挑到市集上卖掉才换来的。纸太少，他使不得浪费，正面写满了，就翻过来，在背面接着写。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到最后连他自己都快认不清。别人家的孩子在这个年纪，要么在忙着谋生糊口，要么在钻营怎么考取功名、做官发财。可这个年轻人抄的、读的，既不是能换钱的本事，也不是能当官的学问。他在求的是一样在当时人看来最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条通往长生与大道的路。他叫葛洪，字志川，后来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鲍朴子。他把自己一辈子求道、勤学、世人、养生的心得写成了一部奇书，书名也叫《鲍朴子》。今天很多人一听鲍朴子炼丹求仙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不过是一本装神弄鬼的怪书，翻都懒得翻。但如果你真的愿意走进去，会发现它最玄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却是一个穷书生最朴素也最硬核的人生信念。这世上真正靠得住的，从来不是运气，不是天赋，不是命好，而是日复一日，一点一滴，不肯停下来的积累。一个出身寒微、一手蓝牌的人，到底能靠什么翻身？葛洪用他这一生给出了一个很笨却很有力的答案。今天20分钟，我带你读完这部书，看葛洪这个人是怎么靠着勤求2个字，把一手烂牌活成了一段不认命的人生。先说说这个人和他这部书。葛洪是东晋时候的丹阳句容人，出身本来也算是个官宦世家，可惜到他这一代早就败落了。他13岁那年，父亲就过世了，家道从此一落千丈，又赶上战乱，家里那点藏书全毁了。一个10几岁的少年，从此过上了最清苦的日子。他在自己写的自序里，老老实实地记下了当年的窘迫。家里穷，没有书读，他就背出乡，徒步走很远的路，到别人家去借书来抄。为了买得起纸和笔，他白天上山砍柴，把柴挑去卖掉，换来的钱全用在笔墨上。常常穷到连纸都不够用，每一张纸正反2面都写满了字，密密麻麻，外人几乎都读不下去。就是在这样的苦日子里，葛洪硬是靠着一股不认命的雅致，读遍了经书、史书、诸子百家，前后后读了将近1万卷。后来他自号鲍朴子。鲍朴这2个字出自老子，意思是守住内心那份最本真、最质朴的东西，不被外面的名利浮华带跑。他就用这个号给自己的书命了名。要特别说明的是，跟很多鼉古人之名的古书不一样，鲍朴子这部书确确实实就是葛洪本人亲手所写的，这一点学界并没有争议。一个从柴火光里爬出来的穷书生，用一生的苦读，给后世留下了一部分量极重的奇书。接下来我就带你走进这部书，看看他到底在求什么，又悟到了什么。鲍朴子这部书分成内外2篇，内容却像是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先说内篇，一共20卷，这一部分是葛洪最看重，也最被后世津津乐道的，讲的全是神仙方术，怎么吐纳导引，怎么炼制金丹，怎么用草药延年，怎么修炼成仙。在这里，葛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道家修炼者，他真诚地相信人是可以透过后天的苦修去延长寿命，甚至超越生死的。再说外篇，一共50卷，这一部分却画风一变，谈的全是人间的事，时政的得失，世道的好坏，为人处事的进退，人物品行的高低。在这里，葛洪又像个正统的儒家士人，操心着国家治乱，世风人心。一个人，一部书，内里藏着一道一儒，
一出世一入世的两面。这正是葛洪最迷人的地方。他既想超越尘世，求那缥缈的长生，又放不下这云间，盯着世道的好坏，操心着做人的道理。至于那个书名抱朴子的抱朴二字，前面说过，出自老子见素抱朴一语，意思是抱守住内心那块在本真没被雕琢过的朴，不被外面的名利浮华牵着走。葛洪拿它当自己的号，也当书名，其实已经把他一辈子的志向写在了封面上。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书里那些炼丹成仙的内容，放到今天当然不能当真去学，更不能去模仿。那是1000多年前的古人对长生这件事最虔诚的探索和想象，是那个时代的人面对生死所能想到的一条出路。但我们今天读它，看的不是那些方术灵不灵，而是葛洪在求道这条路上展现出来的那股劲，那种不认命、肯下死功夫，相信一切都能靠一点一滴积累换来的精神。这股精神才是抱朴子真正不会过时的内核。接下来这几段，我就拨开那层玄虚的外壳，把书里这些最朴素也最受用的人生智慧一条一条讲给你听。葛洪求道，求的第一个字就是求。在情求这一篇里，他讲了一个朴素到近乎笨拙却又无比真实的道理。他说，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意思是说，努力去追求，最后没能得到的，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过什么都不去追求，却能凭空得到的好事。你细品这句话，它没有半点鸡汤的虚浮，反而透着一股冷静的清醒。葛洪没有骗你说，只要努力就一定成功。他很坦白地承认，求了不一定能得到，这世上本来就有求而不得。可他紧接着就把另一半真相也说透了。你要是连求都不肯求，那就连那个万一得到的机会都彻底没有了。这就是求道的第一课，成功从来不被你保证，但你连那张入场券都不愿意去拿，就什么都别谈了。放到今天，这个道理一样戳人。多少人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那一面之间的算了吧。怕求了得不到，怕努力了还是白费，怕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钱翠从一开始就不去争，不去试，先替自己把退路想好。表面上看这是聪明，是不做无谓的轻生，可实际上这是在还没上场之前就先把自己淘汰了。可葛洪在1000多年前就把话说透了，得不到，至少你求过争过，剩下的那一半是运气的事，怨不得你。但你连求都不去求，那就不是运气的问题了，那是你自己亲手把所有的门一扇一扇关上了。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或许不会因为你求了就一定来，但有一件事是100%确定的，他一定不会主动跑去找一个从不去求的人。机会只会落在那些一直在场上、一直在伸手的人身上。这就是葛洪用一生实践出来的第一个信念，也是他整套人生哲学的起点。先求再说。求道光有一股蛮劲还不够，葛洪特别看重的是跟对人。在他看来，一个人求学求道最关键的一步是找到一位真正的好老师，他叫名师。勤求篇里，他把这份师恩看得重到让人吃惊。书里写，名师之恩，诚未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一位真正的好老师对你的恩情，说起来比天地还要广大，比父母还要深重得多。为什么葛洪会把老师看得这么重？因为他太清楚了，在求道这条路上，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跟对了一位名师，他能把毕生摸索出来的真东西原原本本的教给你，让你少走几十年的晚路。
可要是跟错了人，被一个徒有虚名甚至满口胡言的假师带偏了，你再勤奋，也只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到头来一场空。所以葛洪识人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师。这套智慧放到今天一样锋利。我们这一生会遇到无数想指点你、想影响你的人，你听谁的、信谁的，把谁当成标杆去学，几乎就决定了你会长成什么样子。一个真正的名师，一个好的榜样，能把你往上拖；而一个浮夸的、误导你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下水。所以葛洪提醒我们，在你埋头苦干之前，先抬起头看一看，你跟的到底是一个能成全你的人，还是一个会耽误你的人？你跟谁学，最终决定了你会成为谁。这份识师的眼光，是葛洪留给我们最实在的一课。熬对了师，肯下了球。接下来，葛洪要告诉你最硬核的一句话：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在秦求篇里，他打了一个再朴实不过的比方。书里说，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从来没有过不去耕种却能收获饱满庄稼的，也从来没有过不肯勤奋苦修却能换来长生与超脱的。你看，连葛洪自己最相信、最驾往的成仙，他都没有把它说成是一件靠机缘、靠天赋、靠运气就能撞上的好事。在他眼里，哪怕是修道成仙这种听起来最玄最虚的事，本质上也和农夫种地是一模一样的。你想收扣，就得先播种；你想要好的结果，就得先付出实打实的勤劳。没有耕耘，就没有收成，这是天底下最公平也最无情的一条法则。这句话是葛洪整部书的极言骨。他一辈子都在反对一种极窘的心态，总想着不劳而获，总指望天上掉馅饼，总把别人的成功归结为人家运气好。葛洪会告诉你，你只看见了那株饱满的嘉禾，却没看见人家在田里流过的汗、闻过的腰、熬过的那些日夜。这个道理10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时。今天我们看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光鲜的背后，几乎没有一个是靠运气白捡来的。所谓的天赋异禀、一夜爆红，扒开来看，底下担着的全是日复一日不为人知的苦功。葛洪用最土的一句话讲出了最硬的一个理：别等运气，去耕你的田。既然一切都得靠勤奋去换，那就有一样东西，葛洪看得比什么都紧：时间。一个一辈子在跟长生较劲的人，反而比谁都更清楚，人这一生其实短得可怕。在秦求篇里，他写下了一句让人读来心头一凛的话：灵轨飙飞，暂少忽老。光阴流逝，就像狂风里飞掠而过的影子，快得让人抓不住。一个人刚刚还是少年，一转眼就已经老了。他接着感叹，人就像活到100岁，摊开来算，也不过才3万多天而已。你听听，葛洪这是把人生最残酷的那本账赤裸裸地摆到了你面前。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总把想做的事往后推。等我有空了，等我准备好了，等我哪天下定决心了。可葛洪在1000多年前就点破了，哪有那么多等？光阴是飙飞的，是像暴风一样一刻不停地往前刮的。你以为的来日方长，其实是来日无多。一个连自己有几天可活都算得清清楚楚的人，他怎么可能再去虚细光阴？所以葛洪才会那样拼命地读书、求道、修炼，因为他比谁都明白，时间这个东西过去了就是真的过去了，一天就少一天，再也补不回来。钱没了可以再赚，东西丢了可以再买，唯独时间是这世上唯一一样花出去就绝不补退还的东西。这份对光阴近乎敬畏的清醒，或许也是葛洪最终的不退还的东西。这份对光阴近乎敬畏的清醒，或许才是他这一生能读那么多书、做那么多事的真正源头。
一个人一旦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日子是有限的，是在一天天变少的，他做事的紧迫感、专注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也在提醒今天的我们，你总把想做的事挂在嘴边，说等以后，等有空，等准备好了。可你有没有算过，你到底还剩多少个以后？光阴是飙飞的，它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一个人。看清了光阴的紧迫，那就短短的几万天到底该怎么用？葛洪给出的答案只有2个字：积累。在群学这一篇里，他连用了2个极漂亮的比喻，把积累这件事讲到了极致。他说：停黄屋而勿停，必混流乎沧海矣。哪怕只是一洼停止的不起眼的死水，只要它不停地往前流动，永不间断，最终也一定能汇入浩瀚的沧海。紧接着他又说：虫一溃而弗休，必菌高乎峻极矣。哪怕你每次只堆上1筐土，只要你堆个不停，永不歇手，最终也一定能堆出一座高蹭入云的山峰。你看葛洪选的这2个意象，一个是最不起眼的一洼死水，一个是最微小的1筐泥土，他偏偏要用最卑微的起点去说最宏大的结果。这背后是一种对积累近乎信仰般的笃定。一洼死水凭什么能变成沧海？1筐泥土凭什么能堆成高山？靠的不是奇迹，不是运气，就靠4个字：永不间断。葛洪要告诉你的是，决定你最终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你起点有多高，天赋有多好，而是你能不能勿停弗休，能不能不停下来。这个世界上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些一开始就跑得飞快的人，而是那些起点很低，却一步一步从不停歇地往前走的人。因为时间站在坚持者这一边，你只要不停下，再小的水流也能汇成大海，再小的土堆也能垒成高山。在《绝学篇》里，葛洪除了讲不间断，还特别叮咛了一件事：学东西要趁早。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也很符合人性的话，书里写：少则质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勿早。一个人年少的时候，心思单纯专一，学了的东西不容易忘，可等到年纪大了，心神就容易涣散分叉，学了的东西反而容易丢。所以呢，要学一样本事，就得趁早下手。葛洪这句话戳中的是一个很真实的规律。年少时的我们，心思坎尽，杂念少，记性好，学什么都像往一张白纸上落墨，印得又深又牢。可人一旦长大，要操心的事情越来越多，心被切成了一块一块，再想专心学一样新东西就难了，精力分散了，记性也大不如前了。所以葛洪劝我们修学勿早，能趁年少新专的时候把该学的本事学扎实，那是一辈子的福气。可话又说回来，这句话放到今天也不必让年长的人灰心。葛洪讲的是一个越早越省力的规律，并不是说过了某个岁数就师不动了。恰恰相反，他前面那2洼死水1筐泥土的比喻已经告诉我们，哪怕你起步晚，只要肯勿停弗休，永不间断地坚持下去，照样能汇成沧海，堆成高山。所以这句修学勿早，与其说是给年轻人的鞭策，不如说是给所有人的提醒。你想学的那件事，最好的开始时间是当年，其次就是现在。讲完了读书与求道，葛洪还有一门大学问是他毕生钻研的：养生。提到养生，今天的人脑子里冒出来的多半是各种补品、保健、进补。可葛洪的养生观，第一句话就跟我们想的完全相反。在《集言》这一篇里，他开门见山地说：养生以不伤为本。养生这件事最根本的，不是你补了什么、加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不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你品品这句话有多高明。我们总以为养生就是做加法，吃什么大补，练什么神功，求什么秘方。可葛洪偏偏告诉你，养生的真正根本是做减法。
是先停下那些正在悄悄损耗你的事。一个人要是一边天天熬夜、暴饮暴食、心浮气躁地折腾自己，一边又花大钱去买各种补品，那就好比一个破了底的桶，你拼命往里灌水，又有什么用？葛洪看得透彻，伤害不停，补得再多也是白搭。而你只要把那些伤害身体的事情一件件停下来，身体自己就有它修复的本事。这个道理何止是养生，放到我们做任何事上都成立。很多时候，我们想让一件事变好，第一反应总是我能再多做点什么。可葛洪提醒我们，有时候真正关键的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先别做什么。先把那些正在拖垮你的坏习惯，那些消耗你的内耗停下来，把漏洞堵住了，你原有的那点底子自己就会慢慢长回来。养生如此，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葛洪一辈子的智慧，到最后其实都收束在一个字上：急。在《集言篇》里，他讲养生，讲修道，最后落到了一句总脏式的话，书里写：凡聚小，所以就大；集一，所以制异也。大凡天底下的事，都是靠聚集起一个个小，才成就了最后那个大；都是靠一点一点的累积那个一，才最终累积到了异。他紧接着又说：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最细微、最不起眼的地方就懂得珍惜、懂得用心，一直经营到它变得显著、变得壮大，那么他也就差不多算是真正懂得大道了。你听，葛洪绕了一大圈，从求道、勤学讲到养生，最后告诉你的还是那个最朴素的真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大，所有的异都是从一个一个的一累积起来的。长生是这样积出来的，学问是这样积出来的。一个人的人品、本事、福报，没有一样不是从那些不起眼的微处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好，20分钟到了。今天我们从那个借着柴火光抄书的穷书生葛洪讲起，认识了这部一道一儒、一玄一实的抱朴子。我们听了他未有不求而得的求道，名师之恩过于天地的世人，未有不勤而获的不靠运气，灵轨飙飞的习时，庭皇乌而勿停的积累，和养生以不伤为本的减法智慧。你发现了吗？这个一辈子在求长生的人，他求到的根本不是什么成仙的秘方，他求到的是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笨功夫。别赌运气，去下苦功；别走捷径，去做积累。一洼死水能汇成沧海，一筐泥土能堆成高山。靠的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而是悟庭佛修那4个字。这就是抱朴子留给我们的一课：真正靠得住的从来不是运气，是积累。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从东方的山林丹入渡海，走进一位日本剑圣晚年的悟道之作，读那部讲以一辟万、空明制胜的兵法心法《武林书》。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是葛洪未有不求而得的清醒，养生以不伤为本的减法，还是一洼死水终会沧海的积累？哪一句最戳中此刻的你？我们下集见。